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关税战的部分。现在川普惨了吗？因为呢，最新消息统计起来，一共是1800家的美国企业已经正式的对川普提出了告诉哦。那么接下来会关心的是，会不会接下来美国政府就要得退关税了？好，赶快来看到的是，川普一直很自豪的他的关税政策，最高法院不是判决他违法了吗？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判决一出来之后，掀起了美国自己内部1800家这个美国最疯狂的一个提告川普潮。1800家企业里面呢，提告的厂商都有非常多是非常知名的，像是好事多、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，以及呢邦诺书店等等。那么在这个法院提出了最后的判决之后，包括了联邦快递也开始做提告，预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企业来针对川普的关税来提告。那么如果川普接下来要付出代价的话，那么现在预估金额是高达超过了1750亿的一个关税的退款金额，而且这个数字可能持续增加，官司可能持续打下去，这笔钱最后谁来出，有可能就是美国民众自己得负上责任了。苑老师怎么看目前的这个判决的下场？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，这个自从这个上个礼拜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川普的在这个今年这个4月2号，去年4月2号所执行的所谓的对等关税，违宪，请大家记住啊，就是说宪法并没有赋予美国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利啊，这是属于国会的权利，所以我们应该称之为违宪啊。那个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，大家对美国啊只知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，不知道它是个法治国家。美国是处处讲法律的国家。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，美国的话呢，有理走遍天下是没有用的，要有法走遍天下啊！那我因为我弟弟是在美国读书的，他有一次跟我讲一个案例，我就知道美国人兴讼是多么普遍的事情。就是他有一次接到法院那个罚单呢，就是他不是，就是警察给他一个罚单，说他超速的话，然后他马上一到了地方去讲那个地点，有个树刚好把那个树线的牌子挡到了，他马上跟法院提起诉讼。啊，我弟弟原来是根本就很就是好像跟我讲起来，我是个比较活泼，他是个比较呆板的一个人啊，讲呆板不好意思啊，他喜欢看我的节目，但是他在那种情况下的话，他跟我讲，然后后来他胜诉，在美国就判他胜诉，因为那个树枝的确挡到了树线。我要说明这个重点是这样的，因为川普现在他用了一切的方法。我首先第一个，川普的目的是要用对等关税来满足老百姓赚钱的欲望。同时的话，要增加他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获胜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这是他最大关心的。但是现在有1800家的企业跟他要1750亿的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家平均起来一家要1亿，这个官司诉讼，川普是不怕打官司，但是他很怕。他在今年11月后变成一个跛脚总统，他一直不断的被弹劾，他有多少事情会被弹劾？请要了解哈，就是光是今天来讲的话，就是讲到这个关税的事情，讲到这个爱泼斯坦的问题，讲到 Hillary Clinton 的话呢，他们就是磨刀霍霍，大家集体要进行一场对川普凌迟的大阳谋。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，就是说未来这个关税虽然4到5年打下去的话，但是川普本身他受得了吗？而且大家不要忘了，美国变成那个极度分裂，所以你看那个2天前的那个国情咨文报告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好笑的画面不是川普讲的内容，而是那个 Mike Johnson 跟那个范士两个人。2分钟不到就站起来鼓掌一次，2分钟不到站起来鼓掌一次，后人家都觉得说范士根本都不用再坐下了，一直不断的鼓掌。这个说明了美国是一个极度分裂，而且又是一个法治的情况下。那你想想看，双方的律师都会彼此的攻防。我跟你讲，美国接下来不用做事，光打官司都打不完。好，对，没错，这一个关税的判决结果下来，现在川普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期中选举到底接下来会有多大的影响。那这个判决出来之后，这些金额谁来买单？现在说嘛，美国民众成为最大的输家，那赢家又是谁呢？来自于最新统计是国际贸易监测组织的统计，他们说不像川普过去屈服的这些国家，现在竟然是成为最大的赢家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看到几个数据，也就是说，不向川普屈服的国家，目前看起来真的整体的关税幅度是下降的。首先来看到巴西下降幅度13.5%，成为最大的获利者。中国7.1%。
1.14%，这个是下降的幅度。印度下降5.6%，加拿大下降3.2%，其他还有包括了墨西哥跟越南。跟这个川普达成协议的国家，反而它的关税呢是不降反升的。日本增加了0.45%，其他包括了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南韩都有微幅的增加。所以代表说不向川普低头的国家现在是赢家吗？可不可以这样解读？张将军怎么看？我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因为这些税叠加的税率会反映到整个的物价上面。对，它卖到美国去，那因为有了关税，东西变贵了。别人变贵进去的时候，卖给消费者就是贵了。消费者感觉到我买的东西以前是8块，现在变成10块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把税率给你加进去啊。这个赔本的生意没人做的啦。他今天要卖过去，他一定要我就是这个钱，你要给我加税，我就给你加到商品上。他不可能我自己吸收，那我自己吸收，我不是就亏了？我这个生意我刚才卖到其他市场，干嘛要卖到美国市场？但是现在来看，看底气够不够。如果底气够哈，像这个意大利也好，德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他们底气是比较强。那他最起码他的经济力量，先进工业国家，可能跟美国他可以有一些条件跟他谈，因为我不卖你美国，那我卖到其他地方去哦，我有这个条件。但是有的时候底气不够啊，比如说像日本、像韩国、像欧盟的一些小国家，尤其东欧这些国家是比较依赖美国市场的，还有美国驻军的，也需要向美国做采购军购的，他的底气有点不够哎。不够的话，他就感觉到就不能跟美国在这边争取相当的条件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就没办法跟美国来谈。所以我认为分2个，就是你这个国力强不强，依赖美国市场高不高，主动性够不够。你主动性够，那我的商品我不卖给你，我可以卖给其他有替代市场、有补偿的来源，那这个可以。所以我认为这是分2个。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包含印度、包含这个墨西哥、包含巴西、包含中国大陆，因为他当初没有跟美国签，但是他们也在等。他们知道，因为美国是3权分立，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，美国大法官一定会这种事情呢，他会来做个定夺。他们在等呢，等的时候果然押对了，大法官判川普你这个对等关税违宪，然后重新来检讨。他们终于等到了，因为这个他们都是经过他们的幕僚、经济智囊在分析。这个还会有变数，因为司法、行政、立法，美国是3权分立的，不是你川普说了算。虽然他是这个总统制的国家，但是问题是他也受制于法治啊，也受制于美国宪法，是这个样，所以他们也会等。所以对美国的政治的文化，还有政治社会化，还有他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要有了解，才知道这个时候要压还是这个时候不要压。然后要压还是不压，对当事国有哪些最大的利益，这个来考量。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智慧。那这个政治智慧不是光靠政治，要有经贸的背景，要有国际的整个宏观的背景才可以。我认为有些国家，它的在分析上面，他把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的特色看到了，所以在这一次的对等关税上面，它是占了一些上风。好，占上风的国家刚刚提到了非常多个嘛，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。那这当中其实也包括了中国大陆。到现在为止，在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川普的关税违宪之后，我们看到川普他也对许多国家再持续的加征关税，最高甚至叠加到15%，但是对中国他不敢。现在在猜说是不是他担心，因为3月份他要访中了嘛，所以他不敢对中国多做什么样的动作？厉将军怎么解读？我们看这张照片哈，你像不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金毛狮王拿了一把这个屠龙刀，还没出校的哈，然后就拿在那边，然后跟全天下讲说这个宝刀屠龙，这个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这个像不像那种场景？有。可是哈，到了今天，这个美国大法官给他打脸，就他宝刀一抽出来，发现只是一把水果刀，不是真的宝刀，他秀的。他当初去拿了那把屠龙刀，还没出鞘的屠龙刀，去威胁全世界。那有些国家啊，比如说像我们台湾来讲，就信了他那把屠龙刀可能真的很厉害，然后就跟他签了很多的条约嘛，包括日本、韩国也是一样。但我特别要补充一下哈，日本跟韩国目前只是说承诺投资5500亿或者是5000亿，并没有正式签约。那反观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，那个中国大陆一开始就跟你硬杠到底。我们都记得中国那时候讲说中国不贵，那时候特别讲这句话。那如今哈，他宝刀一抽出来后，发现只是一把生了锈的水果刀哈。那当然选在这个时间点，
川普要去跟大陆会谈，那这个时间点就很巧妙了。我们整个大态势来讲的话，川普一定是居于不利的地位。举例来讲，中国大车，你这时候关税那时候关税所谈的税率已经这个被大法官打脸了嘛？那包括芬太尼啊这些关税，你都不能再征收。那当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。我举一个最简单，大陆这时候他可以跟你讲说，我不买你黄豆了。对我也不买你天然气的，那你川普你怎么跟你的农民做交代？那我中国照样东西我可以继续卖到你美国，因为我卖过去的东西很多都是你民生必需品需要的你必须要买的。那川普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认输呢？他当然不会认输嘛所以我认为后续来讲的话，他希望在这次跟中国会谈之间，最起码。他的川普赢学要回来。什么叫川普赢学？就是说他嘴巴讲说我赢了，就跟他在国情咨文里面讲的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麻了我们赢到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觉得他后续来讲的话，跟中国见面，他也一定会拿出这一招，然后对自己国民大内宣，这样才有利于他其中的选举。那他怎么样来做的？所以一定在某些事情做退让。跟中国做某些事情做退让，当然以中国大国的这种智慧来讲的话，可能在某些东西上面会让给你一些，让你川普回去之后可以大吹大擂的。可是真的是有骨有肉的东西中国一定会要到底，所以这是很明显的。我认为有些项目来讲的话，对中国不痛不痒的，然后有给你川普做到面子，让你心知肚明，这次我是给你做面子。这一部分，这个川习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会让譬如说举例来讲，会不会中国前2天我们看到这个跟德国总理答应跟他买120架的空客班机嘛？那会不会跟美国说，我跟你买波音飞机，买150架，你看买的比这个欧洲还多，这个面子做给你。那黄豆这种项目我还继续跟你买，可是在其他对我中国有利的项目，譬如说是台海之间的问题，你川普就必须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做出让步。我这样让你回去之后，你可以继续吹你的川普赢学，然后可以有利你的其中选举。但是对我中国大陆有利的部分有真的有实质上的利益的，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不会让的。所以可能整体来看，我觉得中国大陆赢的几率还是比较高。好，谢谢李将军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，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。